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玛丽，一个懂技术分析的财经博主。今天呢，咱们来聊点不一样的话题，说说怎么样才能让咱们的钱包给鼓起来。那在过去的几年里啊，我研究了大量关于金钱和财富方面的书籍，其中呢就有13本书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那这些书涵盖了从基础理财到高级投资策略，所以在这期视频里啊，我会把这13本书里最精华的内容在这里分享给大家。首先呢，我想说的是，变得富有啊，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也绝对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所以啊，通过阅读这些书，我发现了一些共通的主题和建议，它们能够真正帮助我们赚到更多的钱，管理好财富。那接下来我会从几个方面为大家做出详细的讲解。第一点，正确的金钱观念是基础。首先提到金钱观念呢，我要给大家介绍一本特别有意思的书，叫《小狗钱钱》。它是由德国作家博多·舍菲尔写的一本启蒙理财的书。那很多人在看到这个标题的时候啊，可能会想了，这是一本儿童书吗？其实啊，它讲的很多的道理，对于我们这些成年人来说都是非常受用的。这本书啊，用一个小女孩和一只会说话的小狗的故事，告诉了我们梦想是实现财富的起点。那小狗钱钱告诉女孩吉亚，要把自己的梦想写下来，并且要经常的看。那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因为只有当你真正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的时候啊，你才有动力去努力实现它。书中啊还有一个特别实用的建议，就是72小时规则。也就是说，当你决定好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呢，一定要在72小时之内就开始行动，不然这个想法可能就会慢慢的给变淡了。最后呢，可能就会不了了之了。大家有没有过这种感受呢？是不是感觉特别有道理啊？最后啊，还有一点我特别喜欢的观点，就是我们要学会如何去区分必需品和想要的东西。那在花钱之前呢，先问问自己，这个东西啊是必须的吗？通过这样的思考啊，慢慢的你就会发现自己的消费习惯也在悄悄的做出了改变。我自己啊，其实也经常在消费的时候啊，这么问自己。不得不说，这一点是真的非常的管用，让我少买了很多我其实根本就不需要的东西，从而帮助我减少了很多的开支。接下来这本书啊，是大家都比较熟悉的畅销书了，它就是罗伯特清崎写的《富爸爸穷爸爸》。他在书中提出，大多数的人对金钱的看法呢，其实都是来自于他们的父母还有学校的教育。而这些观念往往都是很有局限性的。那清崎强调，我们应该把钱看作是一种工具，而不是目的。那他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概念，就是资产和负债的区别。简单来说啊，资产就是能给你带来收入的东西，而负债呢，正好是与资产相反的，就是不断花钱的东西了。就比如说啊，一栋出租的房子可能是资产，因为它能给你带来租金收入。但是啊，如果你买了一栋房子自己住，每个月还要支付高额的房贷，那么从财务的角度来看，这个房子啊就是一个负债了。那清崎建议啊，我们要努力增加资产，减少负债。这听起来还比较简单，对吧？但这就需要我们改变很多传统的消费观念，比如不要为了炫耀而去购买豪车，而是应该把钱用来投资能够带来回报的项目上面。这两本书虽然读者群不同，一个偏向儿童，另一个偏向成人，但是啊，他们的核心理念都非常的相似，都在教我们如何建立正确的金钱观和理财习惯。第二点，增加收入策略。那说到增加收入呢，很多人可能首先想到的就是找一个高薪的工作，或者是多加班。但是啊，实际上真正富有的人呢，通常有着不同的思维方式。那在百万富翁快车道中啊 ，MJ 德马科就把人分为了快车道和慢车道两类。那慢车道的人呢，是依赖固定的工资，省吃俭用，慢慢的去积累财富。而快车道的人啊，通常会专注于创造可拓展的收入来源。那么什么是可拓展的收入来源呢？简单来说啊，就是那些你付出一次努力就能为你带来持续收入的方式。比如说写一本畅销书，开发一款热门 APP， 又或者是建立一个成功的企业，诸如此类的。
这就比普通的按时薪的工作收入潜力要大得多了。当然啊，选择快车道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它可能需要你在前期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但是啊，一旦你成功建立了这样的收入来源之后啊，你就能获得更多的财富自由。另一本值得一提的书是蒂姆·费利斯的《每周工作4小时》。一开始在看到这个标题的时候啊，我认为这也太不切实际了吧，一周只需要工作4个小时吗？但是在我阅读之后发现，他真正想要传达的是如何聪明的工作，而不是辛苦的工作。他教我们如何通过创建自动化在线业务，实现不在场也能赚钱的模式，让个人从传统的工作模式中解放出来，获得时间和地点的自由。或者通过地理套利，就是在生活成本低的地方工作或者生活，赚取高收入国家或者地区的薪水等等。那你有没有想过，你的工作能不能通过自动化，或者是搬到低成本的地方生活来实现呢？第3点，聪明工作而不是辛苦工作。说到这里啊，可能会有人问了，玛利亚，你说的这些听起来都很棒，但是实现起来不是很难吗？当然了，增加收入确实是需要努力的，但是啊，关键就在于我们要学会如何聪明的去工作，而不仅仅是辛苦工作。这是我从 Cal Newport 的《深度工作》这本书中学到的重要的一课。那 Newport 认为啊，专注于深度工作呢，能够让我们在这个当今容易分心的时代脱颖而出。那么什么是深度工作呢？简单来说啊，就是在没有任何干扰的情况下，专注于高难度、高价值的任务。就比如说，如果你是一个程序员，与其花8个小时断断续续的写代码呢，还不如找一个安静的环境，高度集中精力工作4个小时。这样不仅能够提高工作质量，还能为自己省出更多的时间来学习新的技能，或者是发展副业。另一本相关的书呢，是史蒂芬·科维的《要事第一》。那这本书啊，被翻译成了多种语言，在全球发售。他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时间管理方法，把任务分为了重要且紧急、重要但不紧急、紧急但不重要和既不重要也不紧急4类。科维建议我们应该把更多的时间呢放在重要但不紧急的事情上，比如学习新技能、建立人际关系网络等。这些事情啊，通常不会给我们带来及时的回报，但是啊，从长远来看呢，往往是成功的关键。第4点，利用并理解心理学。那在读这些书的过程中啊，我惊讶地发现，很多关于致富的书呢，其实都涉及到了心理学。这就让我意识到了，原来啊，积累财富不只是要懂得技巧，更要懂得如何管理自己的心理状态。就拿查尔斯·杜希格的《习惯的力量》来说吧，那这本书虽然不是讲怎么赚钱的，但它告诉了我们一个关键的道理。那我们每天的习惯呢，都在悄悄影响着我们的财务状况。就比如说啊，如果你能养成每天存钱的习惯呢，哪怕是很小的金额，那你可以算算看，坚持1年下来那是多少钱？这就是好习惯的神奇力量。所以啊，想要在理财这条路上走得更远的话呢，光靠投资技巧是不够的，要学会管理自己的心理，培养好的财务习惯。另一本值得一提的书是这本来自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丹尼尔·卡尼曼的《思考快与慢》。他在书中解释了人类的2种思考模式，分别是快速直觉的系统1和缓慢理性的系统2。那我就给这2种思考模式分别起名叫急性子和老思考吧。那先来说说这个急性子，它的特点就是遇事反应很快，那靠直觉，基本上想都不会想。好处就是处理日常的小事毫不费劲，那坏处就是很容易没有考虑好就做出决定了。那我们再来看看老思考这边，那它的特点是反应慢，爱动脑子，喜欢仔细分析。它的好处是做决策的时候呢更靠谱，比较理性。它的坏处就是太费脑子了，有时候想得太多，反而错过了机会。举个例子你在网上看到限时特价，心想哇赶紧买这就是急性子在工作。但如果你能停下来查一下历史的价格，然后再对比几家，那就是老思考上线了。了解了这2种思考模式呢，是怎么样影响了我们做决定以后这在我们管理财务方面就比较有帮助了。
比如说，我们在股市中看到股价快速上涨的时候，我们的急性子可能就会促使我们立刻买入，生怕错过机会。但是啊，如果我们能够启动老思考这边，仔细分析公司的基本面，再做一些技术分析的话，我们可能就会做出更加明智的投资决策了。理解心理学呢，还能够帮助我们克服一些阻碍财富积累的心理障碍。就比如说，有很多人有富人很坏，或者钱是罪恶的根源这样的潜意识的观念，这可能会无形中阻碍我们去追求财富。认识到这样的心理因素啊，并且有意识的去改变它们，这对于我们的财务成功是至关重要的。第5点，长期投资的力量。那说到投资啊，我就不得不提到这本非常经典的书了，它就是本杰明·格雷厄姆的《聪明的投资者》。那这本书被巴菲特称为是有史以来最好的投资书籍的作品，它强调了长期投资和价值投资的重要性。格雷厄姆提出了 Mr. Market 的比喻，他把股市比作了一个有情绪化的人，有时候过分乐观，有时候又极度的悲观。那聪明的投资者就会利用市场的这种情绪波动，在股票低估的时候买入，在高估的时候卖出。但是啊，要做到这一点啊，其实并不容易，它需要我们有足够的耐心和自制力，不被短期的市场波动所影响。这就是为什么巴菲特说他最喜欢的持股时间是永远。另一本值得一读的投资书籍啊，就是约翰·伯格的《共同基金常识》。值得一提的是，伯格可不是一般人，他发明了世界上第一支指数基金，所以啊，被称作是指数基金之父。他在书中告诉我们一个特别重要的观点，投资啊，其实不用搞得特别的复杂。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与其辛辛苦苦的挑选个股呢，倒不如买入低成本的指数基金，然后啊，长期持有。那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大多数的主动管理基金啊，它的费用高，长期下来呢还跑不赢大盘。这些建议啊，看似是很简单的，但真正做到的人并不多。很多人啊，总是忍不住就追涨杀跌了，结果反而赚不到钱。所以啊，他说投资越简单越好，不要被一些营销给迷惑了。那这2本书的共同的特点呢，都是他们强调了长期投资的重要性。不要试图预测市场的短期走势，而是要专注于长期的价值增长。正如一句古老的华尔街谚语所说，时间在市场中是你的朋友，冲动是你的敌人。第6点，投资自己是最好的投资。在阅读这些书籍的过程中啊，有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让我印象非常的深刻，这就是投资自己可能是我们能做的最好的投资了。很多人可能觉得百万富翁啊都过着极其奢侈的生活，但其实真实的情况呢是恰恰相反的。百万富翁的秘密的作者托马斯·斯坦利经过研究发现，其实真正的富人都是很节俭的，他们都是非常重视自我教育的，把大量的时间和金钱用在了学习新的知识上面，或者提升新的技能上，而不是花在奢侈品上面。为什么投资我们自己会这么重要呢？这是因为知识和能力都是伴随你终生的财富，不管经济环境如何的变化，你的知识和能力啊永远不会失去价值，而且每学到一项新的技能，往往能给我们带来意想不到的收益。比如说，学习一门新的编程语言，可能会让你在工作中脱颖而出，进而获得加薪或者是晋升的机会。又或者是学习新的财务知识，可能会帮助你做出更加明智的投资决策。长期来看，这可能会为你带来可观的回报。我个人就深深体会到了持续学习的力量。通过不断的阅读和实践呢，我不仅提升了自己的财务管理能力，还开拓了视野，并且也发现了许多新的机会。这种投资带来的回报是远远超出了我的预期的。在结束今天的分享之前呢，我想强调一点，积累财富啊，它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努力。它涉及了正确的心态、持续的学习、明智的决策和坚定的执行力。每个人啊都有自己的财富之路，关键是要找到适合我们自己的方法，并且坚持下去，就是通向财富的关键。
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希望对大家有所启发。如果你有任何的想法或者问题，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别忘了点赞订阅。感谢您的收看，咱们下期再见，拜拜。